在中国近代史的血腥舞台上，最荒诞的一幕莫过于国共两党握手言和，却在桌下暗藏杀机。这不是和平的序曲，而是战争的伪装延续，让人不由感慨，历史的结局从来不由笔墨决定，而是由枪炮书写。表面上，双方握手言和，试图化解积怨，但实际上，谈判桌下的氛围早已充斥着紧张与敌意。签署协议的那一刻，一方还未完全松开笔杆，另一方已悄然开始检查武器弹药。这根本不是真正的和平协议，而是战争在另一种伪装下的延续形式。回溯到1945年，日本的投降来得太过突然，让国民政府完全措手不及。本来，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已制定详细的反攻计划，准备配合盟军从沿海地区登陆，逐步收复失地。但原子弹的轰炸加速了日本的崩溃，国军主力还滞留在西南内陆山区，前线顿时形成全力真空。与此同时，苏联红军抓住机会大举进入东北，轻松击溃日本关东军。按照雅尔塔协议和中苏条约，东北应归还中华民国，但史达林出于地缘政治考量，将城市、要塞和大量武器库存直接移交给中共武装力量，包括数十万支步枪、机枪、大炮甚至坦克。这让中共一夜之间从弱势转为强势，鸟枪换炮。美国作为调停者，本意是维持中国稳定，避免内战，但其政策却无意中绑住了国军的手脚。马歇尔将军等美国官员强调停火和联合政府，限制国军大规模行动，同时后方经济危机爆发。8年抗战已将中国经济拖垮，工厂毁坏，交通瘫痪，农田荒芜，国民政府财政枯竭，只能靠疯狂印制法币维持，导致恶性通货膨胀，物价一日数涨。战前1元能买的东西，战后需数千元，民众怨声载道。城市里，公务员、教师、学生这些中产阶层薪水贬值，存款变废纸。农村则饥荒频发，一碗米饭成为奢侈品。前线士兵浴血奋战，后方家庭却为生计崩溃。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下，国民政府如何选择？只能采取边谈边打的策略。一方面通过谈判争取国际同情和时间，一方面在战场上维持压力。结果，和谈一次次破裂，从重庆谈判到南京和谈，最终换来北平成为孤城，长江天险防线崩溃，政府被迫迁徙台湾。这段国共和谈史深刻警示后人，没有军事实力和经济基础支撑的和平，只是一场易碎的幻梦。历史的结局永远由血火与铁血来书写，而非纸上协议。许多人以为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，就能让中国瞬间跨入现代文明，这是天大的误解。孙中山作为革命先驱，看得比谁都清楚，这条现代化道路充满荆棘，中国数千年专制帝王的遗毒根深蒂固，包括封建思想、军阀割据、民众素养不足等包袱，需逐步清除。因此，他早在建国方略中勾勒出一张详细蓝图，将国家建设分为3个严谨阶段。首先是军政时期，这是强制性的武力统一阶段。当时中国军阀林立，各省自为政，没有中央权威就谈不上任何发展。孙中山认为，必须用革命军队扫平这些障碍，
收拾乱世残局。这是建国的基础工程，虽然伴随战争痛苦，但不可避免，就像手术切除肿瘤一样。其次是训政时期，这阶段类似于保姆照顾婴儿或老师指导学生。因为中国百姓经历了数千年顺民生活，突然赋予他们主权，会导致无政府状态和混乱。国民党作为先导者，需担任老师角色，系统教育民众如何进行选举，实施地方自治，并学习4项权利：选举权、罢免权、创制权、复决权。这些训练不是为了永远执政或专政，而是培养公民意识，让人民敢于投票，敢于开会讨论，敢于成为国家主人。只有这样，他们才有能力承担民主责任。最后阶段是宪政时期，当全国1半以上省份实现有效自治后，便可召开国民大会，制定永久宪法，将所有权力正式交还人民。届时，国民党功成身退，回归普通政党地位，参与公平竞选，允许政党轮替，让人民真正掌权。这就是孙中山还政于民的核心理想，从军政的铁血统一，到训政的教育过渡，再到宪政的民主实现。这一步步蓝图构成了中华民国的立国之本，强调渐进而非激进，适合中国国情。所谓法统，即合法统治的延续与认可。古代王朝靠天命维系正统性，如今共和时代则依赖民意授权。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，迅速蔓延，17省代表齐聚南京，推选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，中华民国正式诞生。随即颁布临时约法，明确宣称主权属于国民整体。这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宪政国家，其合法性从一开始就源自人民革命，而非军阀武力或外国干涉。因此，中华民国的根基是民意基础，象征着从专制到民主的转变。然而，这条法统之路充满波折。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，复辟帝制失败后，军阀混战时代来临，国家四分五裂，北洋政府名存实亡。直到1926到1928年的北伐战争，国民革命军成功消灭主要军阀，统一全国，国民政府在南京站稳脚跟，才重新获得国际与国内的合法地位。所以，国民政府自称正统并非自吹自擂，而是直接继承辛亥革命的法统脉络。从孙中山的临时政府一路传承下来，任何试图另立中央或独立政权的行为，都是对这一法统的破坏，等于挑战整个国家的统一与主权。蒋介石作为领袖，最在意的是政令与军令的绝对统一。他认为国家不能容忍第二套行政体系或独立武装的存在。中共在江西等地建立苏维埃共和国，发行自己的货币，招募红军，这与北洋军阀有何本质区别？国民政府若退让承认，即等于默认叛乱合法，国家将再次陷入分裂。所以，法统必须优先守护，绝不可动摇。这是中华民国存亡的红线与底线，任何妥协都可能导致亡国灭种。国民政府面对共产党，并非一心只想诉诸武力解决。蒋介石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以宪法制约政，即制定宪法作为最高规则，所有党派与势力都必须遵守。有了宪法，便可举行全国大选。共产党若真心从政，可以参与，但前提是放下枪杆子，依靠民意竞争而非武力威胁，
从武装团体转变为合法政党，用选票表达诉求而非子弹。这一构想其实早在孙中山时代就已奠基，训政就是为宪政铺路的准备阶段。即使在抗战最混乱的时期，国民政府也未放弃推进宪政进程。1946年，尽管内战阴影笼罩，国民政府仍召开制宪国民大会，汇集各党派与无党派代表，年底顺利通过中华民国宪法，次年正式施行。这部宪法保障人民基本自由，男女平等，实行五权分立制度，不是国民党一党的专制工具，而是多方共识的产物，相当于一份公开的邀请函，欢迎所有势力加入宪政框架。但共产党的回应是断然拒绝，他们杯葛大会，公开谴责宪法为违宪，因为宪法明确要求交出军队，禁止任何武装割据，这直接戳中了中共的痛点，枪杆子是他们的命根，他们当然无法接受。国民政府立场坚定，宪政是不可逾越的底线，你要选票就必须弃枪，你要谈判就必须融入现有体制，否则就是对国家的背叛。这已不仅是意识形态的分歧，而是整个国家体制的生死存亡之战。双方在根本原则上水火不容。国民政府为何对共产党如此不信任？这源于一次刻骨铭心的惨痛经历。1924年，孙中山出于联俄容共政策，本是权宜之计，希望借苏联援助和国内左翼力量加速革命进程，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，推翻帝制残余。但共产党将此视为绝佳的寄生机会，不是真心辅助中华民国建国，而是潜入国民党内部壮大自身，最终企图取而代之。这合作从一开始就埋下祸根，充满猜忌与暗斗。最典型的例子是黄埔军校的建立，本意是培养忠于党国的军事骨干，成为国民革命的摇篮。但政治部门很快被共产党员渗透，周恩来、恽代英、熊雄等人在其中担任要职，他们系统灌输马克思主义理念，秘密发展党员。后来成为共军名将的林彪、徐向前、陈赓等人，全是黄埔毕业生。这绝非巧合，而是有组织的计划性渗透。军校本应是巩固国民党军事的堡垒，却意外变成共产党的温床，培养出未来敌人。更严重的问题出现在农工运动领域，共产党打着国民党旗号，在后方大力煽动工人罢工、农民暴动，前线北伐军正与军阀激战，后方却秩序大乱，严重拖累整体进攻。最终，北京政府截获苏联驻华代表的密令，证明所有行动受莫斯科共产国际直接操控。这让国民政府彻底醒悟，这种合作等于引狼入室，养虎为患，不能再重蹈覆辙。从此以后，任何与共产党的和谈，国民党内心都充满戒备与警惕，视为潜在陷阱。国共之间的最大矛盾点，不是表面口号或经济政策，而是对军队控制的根本分歧。国民政府坚信，一个现代国家只能拥有一支军队，这支军队必须效忠宪法和国家，而非任何特定政党。这才是军队国家化的核心原则，只有这样，才能避免军阀复辟和内部分裂。但共产党奉行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论调，无论红军、八路军还是后来的名字变更，本质上都是一支党控私军，独立于中央政府之外，完全听命于党中央。抗战爆发后，
国民政府做出重大让步，赐予共产党正式番号，提供经费和补给，将其缩编融入八路军和新四军，希望大家并肩抗击日本侵略者，服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统一调度。但现实情况如何？共产党武装刻意避开日军主力战场，转而潜入敌后地区建立根据地，疯狂扩张地盘，招募兵员，甚至偶尔与国军发生摩擦冲突，一边消耗国民政府的资源和弹药，一边悄然壮大自己的党军，这哪里是真诚合作，根本是借机另起炉灶，发展独立王国。抗战胜利后的重庆谈判再次聚焦军令统一问题，蒋介石明确表态，政治议题可以讨论妥协，但军队必须全国统一编制，接受中央指挥。毛泽东在谈判桌上高喊和平民主，私下却指示部下放手打就是了，因为他深知，一旦交出军队，就等于失去所有筹码和权力基础，国民政府无法退让，共产党也不会松手，所以无论协议签得多么热闹漂亮，最终都沦为一纸空文。没有军队的真正统一，就不可能有持久的和平，这是国共冲突的铁律。国共谈判之所以屡屡触礁，不是因为琐碎小事，而是根基理念的南辕北辙。国民党信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，追求民族独立、民权自由、民生平等，建立一个团结统一的现代国家，路线图清晰，先军政统一全国，再训政教育民众，最后宪政还权于民，这是渐进改良的路径。强调整合社会各阶层，让百姓缓慢适应现代民主生活，避免激进带来的混乱。相反，共产党信奉马列主义，核心是阶级斗争理论，不是调和矛盾，而是故意激化对立，将社会分裂为地主与农民、资本家与工人、富人与穷人。他们的目标不是局部改革，而是彻底推翻现有秩序，不是修补旧建筑，而是整个拆除重建，依靠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。这本质上是一场颠覆性运动。在抗战期间，这种差异表现得淋漓尽致。国民政府全国动员，呼吁全民团结抗日，牺牲巨大守卫正面战场。中共却在敌后根据地大搞土地革命，喊出有土皆豪、繁声必裂的极端口号，导致农村地主被斗争，血流成河，社会内部分裂加剧。这不是在救国，而是借外敌之机制造内乱，削弱中央权威。孙中山生前就明确警告过，共产制度完全不适合中国国情，会带来无谓的动荡。但中共偏偏生搬硬套苏联模式，一方专注建国建设，一方执迷革命颠覆，两条道路从根本上背道而驰，怎么可能走到一起？1936年的西安事变是国共关系的重大转折点。那年冬天，西安城内枪声突起，蒋介石正在前线督战抗敌，却遭张学良和杨虎城软禁。这一事件将过去10年国民政府的剿共行动推到关键十字路口。自1927年上海清党以来，国民政府视共产党为心腹大患，发动多次围剿，试图根除。但9·18事变后，日本侵略步步紧逼，东北沦陷，华北告急，民族危机让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面临空前挑战。蒋被扣押近半个月，他心里想的不是个人安危。日记中写道：生而受辱，不如死而得荣，甚至提前立下遗嘱，
交代后事。他宁愿牺牲生命，也不愿放弃法统和国家统一原则。在宋美龄、宋子文以及周恩来的多方斡旋下，局势渐趋缓和，最终蒋介石做出痛苦让步，同意暂停内战，重新与共产党合作抗日。这不是出于对共产党的信任，而是亡国灭种危机下的务实选择。大敌当前，必须放下内斗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，集中全国力量对付日本。寄希望于共产党能暂时归顺，服从统一指挥。这是一场高风险的豪赌，赌民族大义能压倒党派私心。但这次让步也无形中埋下日后背叛的导火索，为未来更大冲突种下种子。1937年7月7日，卢沟桥事变爆发，全面抗战拉开序幕，亡国危机迫在眉睫。国民政府信守西安承诺，将共产党正式纳入国家体制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。红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8路军，新四军也挂上国军番号。这不仅是名称改变，更是赋予他们合法身份，从叛军转为国家武装的一部分。国民政府以实际行动展现团结诚意，不仅承认其地位，还在财政极度紧张的情况下提供经费、粮饷、枪炮弹药，算是雪中送炭。开初，8路军在平型关战役中打出漂亮胜仗，国民政府满心期望双方能协调配合，正面战场与敌后游击互相呼应，若能同心协力，日本侵略者将面临双重压力。但问题很快浮出水面，中共根本不听从中央军事调度，各行其事。毛泽东内部方针是1分抗日，7分发展，2分应付国民党。他们趁机在敌后大肆扩张根据地，招兵买马，拉拢民众。到抗战结束时，部队从几万人膨胀到上百万。国民政府顾全抗战大局，多数情况下选择忍让克制，这份隐忍却被对方视为软弱可欺，最终养虎为患，培养出一个更强大的内部对手。1945年8月，日本无条件投降，抗日战争胜利，全中国百姓欢欣鼓舞，8年苦战终于结束。但对国民政府而言，这胜利来得太仓促，完全打乱原有部署。蒋介石原本计划配合盟军大规模登陆沿海，逐步反攻收复失地，但原子弹加速了结局，国军主力还深陷西南内地，前线呈真空地带。更致命的是，苏联红军在最后时刻出兵东北，击溃关东军后，拒绝让国军接收。按照条约，东北应归中华民国，但史达林将其视为苏联远东势力范围，不许国军登陆，却大开绿灯给中共，移交城市、工厂和武器库。中共部队靠此一夜强大，国民政府却被困内陆，无法及时北上，眼睁睁看着大片沦陷区被抢占。这一快一慢，彻底逆转国共力量对比，国民政府失去在战场消灭中共的黄金机会，还被外部势力硬生生制造出更强敌人。日本虽降，但和平未至，反而为内战埋下最致命种子。战争刚结束，美国立即深度介入中国内政，杜鲁门总统派5星上将马歇尔前来调停。他带着典型的美国式理想主义，视国共冲突为民主国家内的党派竞争，主张谈判妥协，成立联合政府。但他根本没看清本质，这不是简单政策分歧，
而是涉及法统、军队自岸的意识形态的你死我活斗争。他的善意最终变成干预枷锁。1946年初，在马歇尔主导下，国共签署停战协定，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，三方监督执行，但国军受严格约束，不能轻举妄动。共产党却利用停战空档大肆扩张地盘，破坏交通线路。在东北战场最明显，四平街战役国军大胜，林彪部溃败，白崇禧建议追击，一举收复东北，但马歇尔施压，威胁断绝美元援助，逼蒋介石下停战令。这一停，直接拱手让出胜局，林彪残部顺利撤退，在苏联庇护下重整旗鼓，等于给中共一次重生机会。马歇尔对国民政府腐败现象严厉批评，却对中共的铁纪律抱有幻想。他的各打50大板中立做法，反而让局势更乱。最终他失望离开中国，留下的是手脚被绑的国民政府和一个蓄势待发，准备全面反攻的共产党。抗战胜利后，国民政府后方还面临另一场无硝烟但更致命的战争——经济战。8年抗战摧毁了中国经济基础，工厂被轰炸，交通线断绝，农田荒废，政府财政几近破产，只能靠大量印制法币度日，结果引发 hyperinflation， 物价一天涨几倍，到战末已比战前贵上1000倍，老百姓手里的法币瞬间贬值成废纸。更糟糕的是，接收日伪财产时，贪腐现象横行，所谓五子登科，金子、房子、车子、票子、女子，全被高官权贵捞走，民众眼红却无力，怨气冲天。为了对付中共，政府还需巨额军费开支，雪上加霜，通货膨胀如脱缰野马。公务员、教师、学生这些原本是政府资助的群体，薪水买不起米饭，存款一文不值，支持基础被逐步掏空。1948年，政府推出金圆券改革，试图挽救，但缺乏黄金储备支撑，发行不久就崩盘，百姓信心彻底崩溃，街头抗议，工人罢工，学生运动风起云涌。共产党趁机宣传，将所有经济问题归咎于国民政府腐败，前线士兵拼命作战，后方家人却为一口饭挣扎，这比任何枪炮都更致命，让国民政府的统治摇摇欲坠，连忠实支持者都开始质疑，这场仗还值不值得继续打下去。想想看，国民政府与中共谈判了多少次，每次都是桌上高喊和平民主，桌下却在抢地盘扩势力。蒋委员长早就洞察一切，光靠嘴巴协议是靠不住的，对方只相信一种语言，枪口下的实力。所以国民政府的策略很明确，边谈边打，一边谈判显示诚意，争取国际舆论和国内民心，一边作战证明实力，不打就等于被牵着鼻子走，任人宰割。1946年的四平街战役就是最佳例证，国军一取得胜利，共产党立即缩手求谈，表面求和，背后继续扩张，这就是他们的惯用套路，打输了喊和，赢了就撕毁协议。国民政府只能以牙还牙，用战场成果逼他们回谈判桌，因为只有打出优势，才能让对方明白夺权无门。说白了，边谈边打不是国民政府好战成性，而是乱世中无奈的现实选择。如果单方面停火，就等于自绑手脚任人鱼肉。谈判争取外国同情，
打仗保护国家主权，两条线并行才有生存之路。虽然这条路充满风险与艰难，但在当时的混乱局势中，已是唯一的可行策略。你知道吗？1947年那一年，在枪炮轰鸣中，国民政府干了一件载入史册的大事，不是发动战役，而是推行宪政。很多人质疑，国家还乱成这样，内战一触即发，为何急著行宪？但蒋委员长认为，越是危急时刻，越需给人民一个明确交代。三民主义的核心是民权与民生，要落实就必须有宪法作为基石。于是，在南京召开制宪国民大会，虽然共产党杯葛缺席，但其他党派、社会贤达和无党派代表积极参与，经过激烈辩论，宪法顺利通过。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全国性宪政实践，千年来百姓何曾有投票权？1948年举行全国普选，蒋介石当选首任总统，李宗仁为副总统，从训政时代正式跨入宪政阶段。这航线不仅是形式仪式，更是将中华民国的合法性定得死死的。从此，政府不是靠革命就本钱存活，而是依赖人民选票和宪法授权。这让共产党更尴尬，因为他们不敢参与选举，只能继续依赖枪杆子搞武装斗争。国共之争到此已一目了然，一边是宪政合法政府，一边是武装叛乱势力。再想想1949年开年，国军在辽沈、徐蚌、平津三大战役中全线败北，北方大片国土沦丧，蒋委员长在南京宣布隐退，将权力交给李宗仁。李宗仁上台后，心知军事上已无胜算，唯一的出路就是和谈，至少保住长江以南半壁江山。他一就任，就释放政治犯，撤销戒严令，派张治中为首的代表团赴北平谈判。但中共开出的条件是8项苛刻条款：惩办战争罪犯，废除违宪法，军队全部改编，没收官僚资本等。这哪里是谈判，根本是一纸逼降书，要求国民政府自拆招牌，自掘坟墓。谈判桌上，国民政府代表忍辱负重，试图修改条款换取一点尊严，但中共冷冰冰回应8项原则不变，只谈实施细节。草案送回南京，李宗仁一看，签了等于亡国，中央常委会直接拒绝，和谈彻底破局，所有和平幻想烟消云散。大家这才彻底醒悟，中共要的不是共存和平，而是彻底征服与消灭。1949年1月31日，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，鞭炮齐鸣，红旗飘扬。共产党宣称这是和平解放，在他们的史观里，这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典范。但从国民政府视角，这绝非全国和谈的成功样板，而是傅作义将军在绝对劣势下的城下之盟。当时傅作义率数10万国军被围困在北平、天津、张家口几个孤立据点，东北野战军100万大军压境，退路全断，援军无望。他的精锐部队35万人在新保安战役中全军覆没，天津守军也撑不住北平沦为孤城，城内还有200万百姓，硬拼下去，整座古都将化为废墟。在中共地下党的游说和压力下，傅作义选择谈判，条件简单，部队出城缴械，解放军进城接防。表面是和平，其实是彻底解除武装。
傅作义的军权和部署被完全打散，南京中央政府完全插手不了。这不是双方高层的和平协议，只是地方将领的无奈妥协，保住了古城建筑，却宣告国民政府在华北的彻底败局，标志住大陆统治的终结。1949年，中华民国走到历史最黑暗的十字路口。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，而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几经辗转迁徙，最终将中央机构搬到台湾。从此一海相隔，同一个中国却冒出两个对立政权，华夏长期对峙的序幕。在国民政府眼中，退守台湾绝非灭亡，而是战略转进，因为他们守住了法统精髓，宪法仍在，国号仍在，国旗国歌仍在，这代表中华民国的法脉未断。随后在台湾，他们大力推动土地改革，实行三民主义经济政策，一步步迈向民主化，成为所谓的自由中国。但反观大陆，国民政府口中的红色政权是如何诞生的？靠的就是暴力叛乱和武力夺权。他们废除宪法，实行一党专政，完全背离孙中山的民主共和理想。所以，两个中国的争执，本质不是领土争夺，而是价值体系的激烈碰撞。一边是宪政民主的自由中国，一边是专制统治的红色中国。回头审视国共数十年的恩怨纠缠，你会发现一个残酷事实：对国民政府而言，和谈是真诚希望化解冲突，但对共产党来说，和谈仅是过场戏码，用来壮大自己、瓦解对手的工具。第一次合作，他们渗透国民党内部窃取资源；第二次合作，打着抗日旗号却忙着扩张根据地。每一次善意让步，换来的都是背叛与算计。国民政府最在乎的是军令政令的统一，没有中央管辖的军队，再多协议也只是废纸一张。但中共的命根子就是枪杆子，他们怎么可能自愿交出？毛泽东早就说得明白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，叫他放弃军队，等于叫他放弃一切权利，这根本不可能。所以，国共和谈的失败不是意外事故，而是必然结局。一边要以宪法实现全国统一，一边要用暴力夺取全部政权，两条道路从一开始就注定无法交汇。历史留给后人的最大启示，就是与一个将武力视为真理，将欺骗视为手段的政党谈信义与和平，结果只有一个：幻想彻底破灭。和谈从来只是战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已。在血与火的洗礼中，弱者注定被淘汰。在这段血泪交织的国共恩怨中，历史的镜子照出无数教训。若想深入探讨这些隐藏细节与更多中国近代秘闻，请关注历史 YouTuber， 让实力与诚意并存，方能守住自由的火种。